往毛巾中撒一把它，瞬间让你的毛巾恢复柔软、色泽，和刚买时的一样好用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生活中，毛巾是我们最常使用的生活用品之一，无论是洗脸、擦手还是沐浴，毛巾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然而，我们常会发现家中的毛巾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得脏兮兮的，甚至出现发黄的现象。这些污渍不仅影响了毛巾的美观，还可能滋生细菌，危害我们的健康。您再看看你家的毛巾有没有以下这种情况。无论你是怎么洗毛巾的，它都会发黄变硬。如果你家的毛巾湿的情况下，变硬的程度还稍微好一点，但是毛巾会有非常大的异味。如果是我们把毛巾洗完了，放在太阳底下暴晒，晒完了之后，毛巾就会变得非常的硬，是吧？因为毛巾直接和身体接触，皮肤上的油脂、皮肤角质、皮屑就会沾染到毛巾上面，并且很多人都喜欢用肥皂、洗面奶洗脸，这些东西上面都会有化学成分，日常使用的过程中都会残留在毛巾上面。不管是油脂、皮屑、化学成分，残留在毛巾上面没有洗干净，等晾干、晒干之后，毛巾就会变得发硬。时间长了之后，容易出现发黄、滋生细菌、病毒、异味等情况。毛巾应该怎么洗才干净呢？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个清洗毛巾的小方法。准备一个盆，我们往里边加入少许的食用盐。食盐是家家户户都必备的调味品，它除了做菜之外，它还具有杀菌的作用。跟着往里边加入少许的小苏打。之所以往里面加入小苏打，就是冲这小苏打的去污能力。虽然也可以用洗洁精或者是香皂，但是这些洗涤物品里面都含有化学成分。小苏打的去污能力是很强的，并且纯天然、无毒无害。毕竟毛巾是和身体接触的，要尽量避免有化学成分和残留。跟着加入少许的牙膏。牙膏不仅具有很好的清洁作用，而且牙膏中的研磨成分还可以增加摩擦力，也能使毛巾上面的污渍轻松的被清除干净了。然后我们再准备少许的酒精，往里边加入2瓶盖，把里边的粉末浸湿就行。然后将其搅拌一下。酒精的作用不用说，相信大家都知道了。消毒杀菌、去螨虫，就把牙膏搅拌开就行。跟着我们往里边加入开水，把毛巾放进来，把毛巾搅拌后再浸泡一会儿，水温一定不能低于50度，否则软化污渍的效果就不够好。哇，天哪！你们看看里边的水是不是很脏呢？我们还就轻轻的搅拌了一会儿，都还没下手开始揉搓毛巾呢。毛巾就是这样，可能肉眼看着好像不是很脏，用清水洗一洗也没有洗出污渍来，自然就觉得它是干净的。可是它呈现的状态就足以说明它很脏了。就比如毛巾没有刚开始买来的柔软，有些发硬，那都是毛巾变脏的表现。把毛巾泡软之后我们再来揉搓，你就会发现这水慢慢的越来越浑浊，越来越脏。反之毛巾也可以洗得更干净，但像毛巾、枕巾这样直接接附我们脸部皮肤的，最好还是单独清洗，不要和其他的衣物混在一起，直接扔进洗衣机中。这样就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细菌交叉感染。小苏打去油去污的作用是非常强的，不管是平时刷锅刷碗，还是洗一些比较难洗的衣物，都可以用到它。被汗液污染的毛巾、枕巾上面发黄就是因为汗液里面的蛋白质造成的，而这些都可以用它去解决。
现在毛巾揉搓2分钟呢，感觉差不多了。我们拧干水分，再来感受一下，已经比最开始柔和很多了。再来看看这水，哇，我想到毛巾呢可能有点脏，但没想到这么脏。这浑水，如果您刚看视频开头的2块毛巾，也想象不出来是这结果吧。算了，把脏水倒掉。现在呢，我们再来漂洗毛巾，用流动清水多漂洗2次，毛巾呢就彻底清洁干净了。晒干后使用效果呢和新买的一样哦。这个清洗毛巾的方法简单实用，不管是毛巾发黄、异味还是发硬的问题，通通都被解决了。建议大家每个把星期呢就将毛巾这样彻底的清洁一次，毛巾呢才会更加干净，我们使用起来呢也会更加舒心。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，清洗完的毛巾呢最好是拿到阳光下面呢进行暴晒，这样呢可以让阳光把毛巾上面残留的细菌啊、螨虫啊都晒死。如果没有条件暴晒，也要尽量放到通风的地方，尽快呢让毛巾晾干。潮湿状态的毛巾呢容易发霉，滋生出细菌、病毒、异味，那洗了也白洗了哦。除了清洗毛巾，像家里的洗碗布、抹布变脏了，我们呢也是可以有效清洁的哦。抹布呢是我们家庭中必不可少的清洁工具，但是在使用中，往往用不到2天呢就会发现抹布呢变得又脏又黄，上面呢还沾满了各种污渍和细菌，还会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。这时呢我们就可以将其放入盆中，再往上边呢撒入少许的小苏打，然后呢加入少许的白醋，这会儿呢它们就会反应软化污渍。这2样东西都具有去油和杀菌的功效，可以有效的消灭掉脏抹布上残留的油污和细菌。再往里边只有1公洗洁精，然后呢倒上煮开的热水，搅拌一下，使其浸泡在水中，静置10分钟。白醋还具有软化污垢和除臭的功效，可以使抹布变得柔和洁净。这会儿呢就可以看见有许多的脏污漂浮在水面了。然后呢我们再来下手揉搓抹布。每当抹布脏了，很多人呢都会选择直接用开水烫，认为这样呢可以杀死细菌和去除异味。其实这种方法并不是很实用，因为开水呢只能够消灭部分细菌，并不能去除油污和污渍。长期这样做，抹布呢也会变得越来越硬和黄，甚至呢会影响清洁效果。那使用我们这个方法就不一样了。我把水分拧干，你再来看看毛巾，是不是立马干净了？在漂洗过后呢，可以说是合心的无疑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非常简单易操作？而且呢，这些清洁材料都是家里本来呢就备有的，不需要额外花钱去购买。如果你发现你家里的抹布又脏又有洗不干净，那不妨来试试这个方法吧。相信呢你会惊喜的发现，您的抹布变得跟新的一样，又干净又柔软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哪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随心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、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语文方便，语气方便，期待和您再度相逢，一同探寻更多的社会真相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